欢迎来到梦幻厨房，在我家，我是瑞玲 Vivian。今儿个要和大家分享的是非常基础的中式面点，如何在家自制水饺皮。其实学会了水饺皮，等于学会了馄饨皮的制作。之前也给大家分享过自制面条哦，其实原理都是相同的。赶快来准备所有材料的部分。液体材料90到100克，可以直接用各式好看颜色的蔬果汁，或者直接用清水也可以。用蔬果汁记得要过滤掉渣，否则就是要用破壁型的调理机，打到整个渣非常的细致。那现在市售也有很多天然萃取的蔬果粉可以利用哦，一样可以做出颜色非常漂亮的面团。另外就是加入盐2克，盐可以增加面团的筋性，让口感更 Q 弹。最后就是面粉200克，高筋或是中筋面粉都可以。一般传统都是运用中筋面粉哦，不过我发现运用高筋面粉来制作，口感很 Q 弹，也很不错哦。首先把面粉混合盐，稍微搅拌一下。我今天运用桌上型的搅拌机来操作，比较省时省力。没有搅拌机的朋友没关系，双手是万能的，就辛苦一点，用手来操作。稍微搅拌之后呢，就加入液体材料的部分。为了比较 Q 弹一点的口感，配方当中水分比较少，就尽量拌到无粉粒残留的状态。感觉整体比较干燥，不好成团是正常的哦。水分较少呢，最后需要用手把碎面片状聚拢成团。稍微再用手揉捏成团，这时候会感觉面团整体比较干燥一些哦，这也是正常的。只要透过松弛20到30分钟，再次的揉捏。揉捏之后呢，就会发现整个面团变得光滑细致很多。千万不要为了好操作而多加水分哦，水分过高呢，口感就不会 Q 弹咯。不管彩色的面团还是清水面团呢，都是用相同的手法来制作。操作的过程呢，随时盖上湿布或是盆子，防止表面干燥。要准备来压面皮了，可以在桌板上面撒上些许的高筋面粉或是淀粉，防止表面粘黏。把面团分割成2份，先取其中1份，按压成椭圆形，再稍微的擀薄一些。擀薄的面皮呢，比较好放入压面机当中。压面皮的部分呢，我今天用压面机来示范，当然也可以用手工擀面的方式哦，但我今天就想用压面机。先压成长面片，然后左右对折，用最大的厚度擀压成光滑的面片。那其实这个过程呢，跟做面条真的差不多。把压面机调整刻度，由大到小，重复擀压数次。这个重复擀压的过程呢，可以让面片越来越细致，越有光泽，也可以排出多余的气泡。反复研压的过程呢，也可以让口感更加 Q 弹。每个段数呢，大概就研压1到2次，压薄成长方形的片状。然后也可以在压制的过程中呢，看到气泡渐渐的被擀压出来。不管是哪一色的面团呢，都是相同的压面方式。甚至也可以把不同颜色的面团混合在一起，变成彩色的面片哦。表面可以随时撒上玉米粉、树薯粉、太白粉或是高筋面粉当手粉，防粘黏。最后一次研压呢，就要确定厚度了。水饺皮呢，大概就是倒数第2个刻度的厚度。如果用最小的刻度，大概就是馄饨皮的厚度。
可以清楚看到面皮中的气泡呢，可以完全的被盐压出来哦。最后完成的面皮呢，是带有光泽、非常细致光滑的面片。面片呈现非常柔软、光滑、细致，就好像布匹一样的质感。这样就表示压面非常的成功哦。最后是压模的阶段，我用的这个圆形模具呢，直径大概是7.5公分左右。如果是做大一点的水饺皮呢，可以用直径8.5公分的模具。不管哪一种颜色的水饺皮呢，都是相同的操作方式哦。剩下来边边角角的面皮呢，可以再次的聚拢，按照原本的程序呢，再次的盐压制作。自制的水饺皮就大功告成了。当然，现做现包是最好吃的。如果没有使用完毕呢，或者是想要之后再使用也可以哦，就是放到密封保鲜盒当中，冷冻1-2个月不是问题哦。不管是拿来包制哪一种口味、哪一种风味的水饺都可以哦。影片上是之前分享过的青江菜素水饺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另外一部影片的分享。其实不止青江菜素水饺，也陆续分享过很多不同口味的水饺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之前影片的分享。中式的面点呢，博大精深，也有非常多包饺子的形状的包法哦，大家可以依照自己喜欢的形状做变化哦。这个就是今天的食谱分享喽。如果喜欢，别忘了按赞、留言、加分享。最新的食谱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。更多的生活分享、好物推荐，欢迎加入我的 IG 跟 FB， 还有别忘了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最新影片哦。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